在喜馬拉雅山脈的懷抱中，有一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山峰，它就是珠穆朗瑪峰，地球上的制高點，海拔8848.86米。它的山體雄偉壯觀，如同一把鋒利的長矛，直指天際，挑戰着自然界的極限。對於世界各地的登山者來說，珠峰是他們心中最崇高的目標，而对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夏尔巴人來說，珠峰則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的生活來源，甚至是他們命運的一部分。珠峰的地形險峻，氣候變化無常，每一次攀登都是對人類極限的考驗。登山者們為了一睹世界之巔的風采，不惜投入巨大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而對於夏尔巴人，珠峰則是他們生計的一部分，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就是作為登山向導，幫助這些登山者實現夢想。據估計，一個夏爾巴向導在一次成功的珠峰攀登中可以賺到大約4000到7000美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尤其是對於生活在偏遠山區的夏爾巴人來說。然而，珠峰的惡劣環境和不可預測的天氣，使得每一次攀登都充滿了危險。夏爾巴向導不僅要保證登山者的安全，還要面對自己生命的威脅。而當登山者在攀登過程中不幸遇難，夏爾巴人還需要承擔將遺體從山上運下的艱巨任務。這項工作不僅對體力和心理都是極大的挑戰，而且有時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這與他們所承擔的風險和勞動強度並不成正比。夏尔巴人這個名字在藏語中意為東方來的人，他們的歷史和起源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一些學者認為夏爾巴人可能是西夏王朝後裔，這個王朝在蒙古的鐵騎下滅亡後，其族人可能逃往了喜馬拉雅山脈中。另一些研究則表明，夏爾巴人可能源於四川的木雅人，或者與古代羌人有着密切的聯繫。夏爾巴人的歷史記錄顯示，他們曾在西藏東部的哈姆地區放牧牦牛，隨後因季節遷徙至尼泊爾過冬。到了16世紀，他們的活動範圍逐漸固定在尼泊爾境內。19世紀30年代，土豆在高山地區引種成功後，夏爾巴人開始由游牧生活轉變為定居農業生活。夏爾巴人與藏族共享許多文化特徵，包括語言、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但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社會結構。比如，夏爾巴人有自己獨特的種姓制度，並且通常不與外族通婚。他們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藏傳佛教，特別是薩迦派和噶舉派。夏爾巴人在遺傳學上與藏族人群共享大多數父系和母系的遺傳世系，這表明他們是藏族人群較晚遷徙至尼泊爾的一個分支。此外，夏爾巴人對高原低氧環境的適應能力很可能源自於他們的藏族祖先。夏爾巴人他們的生活並不像我們城市裡的朝九晚五，夏爾巴人的日常是和藍天白雲、牛羊牦牛打交道，偶爾還得和珠峰上的風雪較勁。他們的文化就像是他們手中的酥油茶，經過時間的熬煮，散發出獨特的香氣。他們的飲食文化和生活習慣適應了高海拔的自然環境，以耐寒的穀物、蔬菜以及家禽和牦牛肉為主食，酥油茶和青稞酒是飲食中的傳統飲品。他們的住房多為石頭和木材建造，適應山地環境的需求。夏爾巴人主要居住在中國和尼泊爾邊界的喜馬拉雅山脈中，他們的生活習慣、宗教活動、節日慶典等都體現了中尼兩國文化的交融與衝突。夏爾巴人的文化與高山緊密相連，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包含對高山的崇拜、豐富的節日慶典、獨特的服飾和音樂，以及對祖先和自然精神的敬仰。例如，夏爾巴人的傳統節日 Mani Rimdo 祈願法會是展現他們宗教信仰和社區凝聚力的重要時刻。在這個節日裡，夏爾巴人通過舞蹈、祈禱和儀式，祈求山神的庇護和社區的和諧。然而，隨着珠峰成為全球登山愛好者的聖地，夏爾巴人的傳統生活方式開始受到外來文化和價值觀的衝擊。旅遊業的興起帶來了經濟機遇，但也帶來了文化同質化的風險。登山者和遊客帶來了外界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和交流語言，這些都在逐漸改變夏爾巴人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認同。
夏爾巴人渴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傳統習俗，但同時他們也必須適應全球化帶給他們的經濟壓力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例如，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一些夏尔巴家庭開始提供家庭旅館服務，這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居住模式，也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同時，年輕一代夏爾巴人在接受現代教育和接觸外界文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逐漸遠離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例如，在珠峰大本營，傳統的夏爾巴帳篷和茶館逐漸被現代化的設施所取代。登山季節期間，大本營變成了一個國際村，各種語言和文化交匯其中。夏爾巴人在這裡不僅要扮演向導和服務員的角色，還要面對如何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時提供國際化服務的挑戰。儘管許多夏爾巴人已經開始從事登山向導這一職業，但是放牧仍然是夏爾巴家庭生計的基礎。家庭成員，尤其是年長的成員，仍然會教授年輕人如何照料牲畜，如何識別牧場上的草藥和植物，以及如何在山地環境中生存。夏爾巴人還始終保持着季節性遷徙的放牧模式。每年春季，他們將牲畜從冬季牧場趕至高山牧場，秋季再返回。這種與自然節奏同步的生活方式，體現了夏爾巴人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適應。放牧不僅是謀生手段，也是夏爾巴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家庭中的長輩會講述與放牧生活相關的故事和傳說。夏爾巴人相信每座山都有其守護神，這些山神是山的化身，掌管着天氣、動植物以及整個山脈的安寧。傳說中，山神會以各種形象出現，有時是白髮老者，有時是美麗的仙女，他們保護着山中的生靈，也給登山者和放牧者帶來指引。在放牧和登山之前，夏爾巴人還會舉行祭拜儀式，向山神獻上酒、酥油和糌粑，請求山神允許他們進入聖地，並保佑他們一路平安。傳說中，如果得到山神的庇護，放牧時牛羊會健康肥壯，登山時隊伍會避開危險。夏爾巴人在經歷了文化衝突後，仍然堅守着自己的傳統習俗。這種文化衝突是全球化影響下的一個典型文化適應問題。它提醒我們，在尊重和保護本土文化的同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並不是對立的。全球化不僅是經濟和文化的單向流動，還應做到多元文化的交流與共融。珠峰經濟這一獨特的經濟現象，為夏爾巴人的生活帶來了顯著的改善。珠穆朗瑪峰作為世界第一高峰，每年吸引着成千上萬的登山愛好者和游客，這不僅為尼泊爾帶來了經濟收益，也深刻地改變了夏爾巴人的生活。夏爾巴人通過提供向導服務、運輸物資、建設營地、修路、做飯等，參與到珠峰旅遊業中。夏爾巴人提供的服務是全方位的。在登山季節，夏爾巴向導要在極端環境下負責鋪設路線、營地建設以及幫助登山者往返各營地，進行適應性攀登，以適應高海拔的低氧環境，同時還要負責將食品、燃料、裝備等物資運輸到各個營地。每營地間大約有2000米的高度差，他們沒有其他交通工具，通常使用牦牛或人力背負。在高海拔營地，夏爾巴向導負責為登山隊準備伙食，使用便攜式爐具和燃料烹飪簡單但富含能量的食物，如燉菜、麵食和熱飲。在一切準備就緒後，他們還需等待適合攀登的天氣，帶領登山隊在海拔8000米左右的 C4 營地進行最後的衝頂嘗試。他們通常會選擇在夜間開始，以避免白天的風和提高成功率。在登頂完成後，登山隊不能做过多停留，必須迅速下撤，以避免高原反應和其他風險。在整個過程中，夏爾巴向導和登山者都需要收集垃圾，確保不對環境造成破壞。據說，一名經驗豐富的夏爾巴向導最多可以掙到1萬美元。這在尼泊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399美金左右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夏爾巴人的參與不僅為登山者提供了安全保障，也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為登山者提供向導和後勤服務已成為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夏爾巴人在珠峰登山活動中有着多面的角色，
不僅是登山者的向導，更是珠峰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高海拔地區的適應能力和生存技巧，是大自然賦予的奇蹟，也是人類適應極端環境的典範。夏尔巴人的身體經過世代的自然選擇，展現出了非凡的適應性。在高海拔地區，氧氣稀薄，但夏尔巴人的血液中血红蛋白浓度較高，這使得他們在低氧環境中仍能保持高效的氧气運輸和使用。他們的心肺功能強大，即使在海拔6000米以上，也能背負重達36公斤的物資，自如地行走於險峻的山路之間。據統計，夏爾巴人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就開始為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提供服務，並與珠峰的攀登歷史緊密相連，記錄着許多著名的個人和生動的故事。例如，丹增諾蓋，這位夏爾巴人與新西蘭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爵士一同在1953年首次成功登頂珠峰。這一壯舉不僅為夏爾巴人贏得了國際聲譽，也開啟了珠峰登山的新時代。拉巴夏爾巴是另一位傑出的夏爾巴人，以其堅定的意志而聞名。他10次成功登頂珠峰，成為女性攀登珠峰次數最多的紀錄保持者。他的故事是勇氣、毅力和個人奮鬥的象徵。儘管在攀登過程中，他曾遭受家庭暴力和個人挑戰，但他始終堅持攀登，並在2022年第10次登頂珠峰。這些故事在不斷激勵年輕夏爾巴人走上成為珠峰登山向導的道路。夏爾巴人在攀登珠峰方面的貢獻不僅僅是登山本身。夏季登山季時，他們往往是首批進入死亡地帶的人，負責在極端環境下鋪設路線、建立營地、安裝繩索，甚至在登山者前先行攀登到更高的地方，為後續隊伍的安全攀登奠定基礎。他們還負責運輸大部分登山物資，這些物資對登山者的生存至關重要。在珠峰的攀登歷史中，夏尔巴人已經幫助數千名登山者實現了他們的夢想。據統計，截至2021年，全球共有6098人成功登上珠峰，實現了10657次登頂。然而，自人類1960年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開始，這座被藏族人稱作大地之母的山峰已經使無數挑戰者長眠。1996年5月10日，突如其來的暴風雪讓珠峰變成了噩夢，15位登山者不幸喪生，其中包括著名登山家羅布哈爾和史考特·費雪。這是珠峰登山史上遇難人數最多的單次事故之一，也是史上攀登珠峰犧牲人數最多的一年。在這些至今沒有被運下山下的遺體中，有1996年在登頂時與同伴走散，最後在暴風雪中顫抖而死的印度登山者澤旺帕卓。他因為身穿熒光綠的登山靴而被稱為綠靴子，後來已經成為了登山者衡量與山頂距離的標示點。1998年，著名登山女傑弗蘭西斯成為第一位沒有攜帶氧氣瓶的情況下登頂的美國女性，可她最終因氧氣耗盡而被冰封，被人唤為睡美人。喜馬拉雅數據庫顯示，大約有300人在攀登這座山的路上失去了生命。這也印證了夏爾巴人常說的那句被當地人稱為天生的登山向導的話：人無法決定是否能登頂，這是珠穆朗瑪峰決定的。但是出於各種原因，並非每位逝者的家屬都願意自己的親人長眠於這個曾被痴迷神往的冰封之地。這個時候，生活在當地的夏爾巴人就常常被托以重負，儘管這個過程中不僅家屬可能需要耗費3到7萬美元的金錢，夏爾巴人也可能賭上自己的性命。因為對於夏爾巴人來說，他們只擁有極短的幾天窗口期，將山上的遺體運下山。在這幾天內，搜救隊需要在空氣稀薄的死亡地帶邊緣找到逝者，並將遺體帶回。無論是從人力還是時間上，這都是極其困難的。因此，許多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許多期待能夠帶下山的遺體也無法按照親屬的心願回到平地。除了惡劣的環境之外，這裡還有一個可怕的原因：冰封山上的遺體在運輸過程中重量會瞬間增加數倍以上。由於遺體在移動時是整塊移動，而非扭動，包括四肢、肌肉和關節在內的所有部位都被凍住了。負責運送遺體的夏爾巴人通常會先將遺體連接到一根新的繩子上，然後將其固定在距離地面約30英尺的一塊岩石上，
接着用冰鎬從雪中挖掘並撬出遺體。此外，由於地理環境和飛行條件的限制，很多運輸工具無法在高海拔區域停留。這時候，夏爾巴人只能依靠自己對環境的經驗，使用隨身攜帶的工具，雪橇或布匹，將遺體親自運往下方。儘管他們被認為是最專業的搬運人員，但他們每次運輸被冰凍變形的遺體都面臨着難以想象的困難。儘管夏爾巴人的生活由於極端天氣、雪崩以及高海拔地區帶來的健康風險，常常面臨着挑戰，但是他們仍然堅守在珠峰，憑借着勇氣和專業技能為登山者提供支持。然而，他們的犧牲和付出是如此的令人悲痛。據統計，在攀登珠峰時犧牲的300多名登山者中，超過1/3的登山者是夏爾巴人，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登山群體。這一事實提醒我們，珠峰經濟的發展不應僅僅關注數字的增長，更應關注那些為之付出生命的夏爾巴人。在珠峰的攀登史上，夏爾巴人的名字應該永遠被銘記。2014年4月18日，珠峰尼泊爾一側的恐怖冰川發生了一次災難性的冰崩，導致15名夏爾巴人不幸遇難，2人失蹤，3人重傷。這些夏爾巴人當時正在為登山者修建路線，確保客戶的安全，而他們自己卻暴露在了極端的風險之中。這是珠峰1日之內最大傷亡記錄，而失蹤的人還未找到，政府便宣布停止搜救。有些人永遠地葬身了冰瀑，葬身冰瀑的人無法舉行葬禮。在夏爾巴人的佛教信仰裡，這意味着他們將無法轉世，魂魄永世不得安息。這次事故震驚了國際社會。此外，珠峰的堵車現象也增加了登山事故的風險。2024年5月，珠峰希拉里台階處發生了嚴重的堵車，導致5人墜崖，2人失蹤。這些事故不僅僅是個悲劇，更是個警鐘，引發了社會上的廣泛討論。甚至有網友留言說，正是這些事故讓他們認識到了夏爾巴人。在社交媒體、新聞報道以及登山社區中都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夏爾巴人的安全問題不應該只是登山季的一時話題，而應該成為我們長期關注並行動的重心。此外，夏爾巴人在社會上的關注度也不夠，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隨着珠峰旅遊業的發展，夏爾巴人的生活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這種改善往往建立在犧牲他們的安全和健康之上。他们的工作常常被低估，他们的犧牲往往被忽視。在珠峰的攀登過程中，他們常常需要在極端天氣和複雜地形中工作，如架設繩索、運輸物資、緊急救援等。這些高風險工作往往伴隨着不足夠的安全保障和保險措施。此外，由於地理位置偏遠和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夏爾巴人在談判工作條件和報酬時常常處於弱勢地位。只要你有錢，夏爾巴人把你抬上珠峰，這句話廣為流傳。夏爾巴人就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兩邊，有的就住在尼泊爾，有的也居住在中國、印度和不丹。他們說的是藏語，寫的是藏文，可是卻不屬於藏族，屬於我國未識別的民族之一。他們幾乎與世隔絕，直到珠峰才讓他們又回到了人類的視野之中。然而，在尼泊爾社會中，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高。許多人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從事高風險的高山向導職業。儘管他們為登山者提供了關鍵的支持，但他們的貢獻往往得不到足夠的認可和尊重。尼泊爾政府對他們進行壓榨，甚至禁止飛機搬運物資上山。登山者所繳納的10萬美元登山費用，大部分進入了政府的口袋，另一部分則落入登山公司。在2014年的一個登山季後，每個夏爾巴人只分到約4000美元。一些夏爾巴人因長期精神緊張等因素，染上了酗酒、賭博等惡習，嚴重的甚至在登山後回到家時身無分文。登山客們從加德滿都乘坐飛機前往盧克拉機場，後步行10天前往基地營。他們提出的要求很多，但攜帶的東西很少。登山活動幾乎完全依賴於夏爾巴人。過去，只有一個人成功登頂就算成功，但現在每個人都交了錢，公司必須確保每個人都能登頂，
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物資補給。夏爾巴人從下到上搭建營地，搬運和儲存數周所需的補給，以確保客人有最大的機會登頂。這是一個需要大量人力的行業，越來越多的夏爾巴人選擇上山工作。在搬運和鋪路的過程中，夏爾巴人每個季度需要經過昆布冰瀑30至40趟。昆布冰瀑是冰川流出溪谷形成的瀑布，对陽光敏感，巨大的冰塊總是毫無徵兆掉下來。登山客只需經過昆布冰瀑2到3趟，夏爾巴人犧牲的概率遠遠大於登山客們。比起登山客，他們才是真正攀登這座高山的人。現代的夏爾巴人不僅希望自己能幫助別人實現夢想，他們也希望獲得同等的榮譽和地位。為了提高夏爾巴人的安全狀況和社會地位，需要社會各界齊心協力。登山公司、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登山社區應共同提高对夏爾巴人安全問題的意識，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訓和設備。同時，通過媒體宣傳和教育活動，提高公众對夏爾巴人贡獻和困境的了解，促進社會對這一群體的尊重和支持。珠峰旅遊業的迅猛發展，不僅為當地經濟帶來了繁榮，同時也加大了珠峰這一世界最高峰生態環境所承受的壓力和風險。隨着登山運動的廣泛普及以及遊客數量的不斷增加，珠峰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面臨着巨大的壓力。特別是在海拔6500米以上的區域，登山者遺留的路繩、帳篷、氧氣罐等廢棄物，給垃圾清運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每年登山季節結束後，都會有數噸垃圾被收集，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仍有大量垃圾被遺留在山上。此外，人類排泄物的處理也是一個問題。儘管有政策鼓勵減少污染，但由於登山者通常資金雄厚，對罰款並不敏感，導致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珠峰地區的冰川消融成了旅遊業環境影響的另一個顯著現象。據專家介紹，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珠峰地區的冰川大面積消減。珠峰地區現有約95個潛在風險的冰湖，其中有17個高風險冰湖，59個中風險冰湖。尤其是在珠峰北坡的中國境內，1970年到2010年間的冰川面積縮減了 28.4%， 而珠峰南坡的冰川在1980年到2010年間的面積也縮減了 26%。旅遊業的環境污染不僅影響了夏爾巴人的生活環境，也導致了冰川融化，使他們登峰的工作變得更為艱難，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據珠峰生態環境保護觀察報道，為了應對遊客活動增加導致的環境壓力，珠峰大本營海拔5200米以上的垃圾清運工作已經展開，其中包括食品包裝袋、氧氣罐等生活垃圾以及排泄物等。這些垃圾如果不及時清理，將對珠峰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為了保護山區環境，尼泊爾政府已經開始限制攀登珠峰的許可證發放數量。這表明，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正在成為珠峰經濟的新方向。夏爾巴人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從單純的服務提供者轉變為珠峰保護的積極參與者。然而，隨着登山體系的建立，年輕的夏爾巴人面臨着生存危機，他們已經不知道如何登山了。許多人表示，他們也想成為登山向導賺取收入，但又害怕登山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風險和傷害。老一輩的夏爾巴人更希望年輕一代繼續從事放牧等傳統職業，因為現在的年輕夏爾巴人大多居住在海拔較低的城市，不像他們之前都是住在海拔高的大山裡，身體天生就能適應海拔和雪山的重重考驗。年輕的夏尔巴人的體能正在逐漸消退，需要接受培訓和適應。位於珠穆朗瑪峰腳下的西藏登山學校為夏爾巴人提供了成為專業登山向導的職業發展機會。然而，儘管學校已經建立，卻沒有學生願意來就讀。這主要是因為老一輩的夏爾巴人對接受教育的熱情並不高，即使學校提供全額免費的教育，他們也認為沒有必要。他們覺得自己雖然大字不識一個，但仍然可以登山、放牧、挖土豆和結婚生孩子。因此，學校的老師需要挨家挨戶地說服家長，讓他們送孩子來上學。
據報道，現在非常優秀的夏爾巴雇員越來越難以尋找，許多夏爾巴人選擇辭職，離開了大山。年輕的夏爾巴人有條件的都被送往國外念書，或者選擇在辦公室工作，根本不想登山。這讓人不禁擔憂，以後珠峰登頂還會像現在這樣安全嗎？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外的登山向導加入，比如美國、日本、挪威。高山上的原住民夏爾巴人會不會越來越少？在不久的將來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夏爾巴人的未來既關乎他們自身的命運，也是全人類對如何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深刻反思。他們所面臨的挑戰和矛盾，提醒我們必須在全球範圍內關注那些為經濟發展和文化保護做出犧牲的群體，不能對他們的困難置之不理。除了夏爾巴人，你還知道哪些民族也面臨着類似的困境嗎？歡迎在評論區分享。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還請按讚、訂閱和轉發。本期內容到此為止，我們下期再見。